好，大家好，我是搅蛋。Hello，我是搅板娘。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这双从头红到尾的是 Mizuno 当家的超级跑鞋 Rebellion Pro 第2代。那我们这2双呢是展身牵线之下和 Mizuno 做行销合作贴文取得的测试产品。不过影片不包含在合作的范围内，所以本集是以非业配、很开放的方式测试评论，内容不受任何的限制。那 Mizuno Rebellion Pro 初代呢，小弟也有幸穿到，刚拿到时看到那个厚度啊，削掉后跟，只有中间和前缘着地啊，厚度达到5公分。以貌取鞋呢，觉得只是个噱头，顶多只能拿来慢跑吧。结果一试，乖不得了，因为自己是前脚掌着地的类型啊，所以这双是穿过最合拍的超级跑鞋，而且还是当时穿过最厚、可以跑最快的，那也毫不犹豫拿来比赛。那 Rebellion Pro 第2代呢，也是瞄准前脚掌着地这个族群啊，在重心转移上又做了更激进的调整。那对我来说，仍然算是很合拍，跑了2次也就直接穿下场比赛了。看大鱼那么推，一开始也很期待尝试 Rebellion Pro 2，但穿了发现，对我这种全脚掌着地，甚至是接近脚跟着地跑法的人来说，其实实际跑起来就很不顺畅，抓不到回弹点，反而跑得很别扭。不像其他很多鞋款测试过的超级跑鞋，一穿上就很适应。那我们也会以我们实际训练和比赛的感受还有数据来跟大家分享，谁适合 Rebellion Pro 2，谁不适合，也分享一些抓这双鞋子甜蜜点的技巧时，如何同时精进跑步经济性和核心稳定度。那在那之前呢，先来好好分析 Rebellion Pro 2的科技规格。那我这双 Rebellion Pro 2呢是 US 9.5 27.5公分，重量是207G， 那比上一代的215G 轻量化了8G。那比起其他手边的鞋款呢，可以看到 Mizuno Rebellion Pro 2呢，以一般男性的27.5公分来说呢，207G 大概算是中间的位置。那若是以我的尺寸23.5公分来说 ，Rebellion Pro 2重量174克，比我手边其他的碳板鞋算是偏重的。那我们这边测量了中底厚度之后呢，发现 Rebellion Pro 2的中底并没有随着尺寸有非常大的改变，像我们2双的尺寸差了4公分啊，中底最后部分一样，差不多是5.5公分，所以尺寸越大的鞋子就相对越轻薄，那尺寸越小的鞋子呢，就相对越厚越重。这状况在我测试过的 Saucony Endorphin Elite 也有发生，所以这类型的鞋款设计制造方式对小尺寸跑者来说会有多余的重量负担，或更厚的中底也许可能带来更多推进哦。可能哦。那这次 Rebellion Pro 2呢，相较于第1代，大致从2个部分来轻量化。第一个是鞋身的部分，相较于1代，在鞋舌还有脚踝部分都是有一层有点厚度的包覆，大致是传统跑鞋或是慢跑鞋都会有的这种包覆的鞋身。那第2代就完全是一层薄薄的类似尼龙的材质，那厚度从1代的2mm降低到了0.2mm 吧。那这边大概轻量化的2克，但感觉跑久了，这种锐利的边缘会磨脚皮，有可能哦。不过我们测试这双鞋都还没跑超过15公里，不是非常确定。另外一个轻量化应该是鞋底的沟越挖越长吧？没错，比起1代一直露一点碳胶板，2代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长长一条，还加宽。那个你之前跑是不是卡了一个果子？跑超久才发现。哦，对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卡进去，还带着那颗果子比赛，比完才发现。但是这样看起来，挖这个沟也只再轻5克，可能还挖得不够多。可能未来会挖到只有鞋子的边缘，里面可以卡好卡满。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中底的板，官方说法是碳纤维强化尼龙波浪片，所以我们简称为碳胶板。那再来看看中底高度的数据。官方数据，前缘是36mm， 脚跟是38mm， 脚跟在40mm以内是符合国际田总的规范，参加路跑赛成绩是可以被承认的。但其实 Rebellion Pro 系列是众所周知绕开这个规范，把中足的部分加厚到一个极致，可以看到1代差不多是50mm， 2代更是来到差不多是55mm。而这次 Rebellion Pro 2调整最大的地方，我们来把鞋子静止放在桌上看看，就可以明显的发现重心动线大幅度调整。1代刷新3观的中底啊，这个动线角度大概加大了10度左右，就好像垫着脚。
实际穿起来的话，是中足被垫高的很有感，感觉像是在踩高跷，很难稳稳自然站着。我穿这双上次去比赛进流动厕所啊，那个流动厕所已经很不稳了，穿这双垫脚，那蹲下时感觉整个厕所都在抖，有点恐怖。穿上去踩踏时就可以感受到正中央圆圆凸凸的，超明显，让我联想到清朝妃嫔穿的那种花盆底鞋。这个1代还没有，2代一穿上超有感的，因为我脚底非常的平。刚穿上时觉得惨了，2代该不会设计给高足弓类型的跑者吧？不过很神奇的是，跑起来感觉就很正常。中间很有感的部分真的很弹，很像脚下面有一颗弹力球。再加上倾斜的动线啊，这设计大概是中间最后最弹的那个部分触地后，身体往前倾，力量往前滚动，加上推蹬加大步幅。但像是我的跑法比较像是全脚掌偏后面着地，然后往前滚，反而有种不顺畅的感觉，跟 Alpha Fly 把气垫放在前面，真的用前脚掌去踩的那种感觉又差很多。Rivian Pro 2反馈最大部分在中间，那我在快跑时都很难抓到那个甜蜜点。Rivian Pro 2这样的特殊性还真的很难找到能够相提并论的鞋款。调性最快联想到的就是前脚掌比脚跟抢戏的 Alpha Fly 系列，那其他鞋款呢都是脚跟比前脚掌厚，那动线上也没有一双比 Rivian Pro 2来的激进，所以这双我们觉得适合前足着地后直接推蹬的跑法，有一点像大破解佐藤优基的跑法。那他们其实在超级跑鞋时代前都是 Mizuno 赞助的，那 Mizuno 这1年多来呢才出了可能适合他们跑法的超级跑鞋。这种身体前倾的感觉也蛮吃核心肌群的，有点像这样往前倒，然后一直用前脚掌去推地。我跑快的时候会那样，但5K 以上配速就会以全脚掌滚动的方式跑了。这倒是蛮常见、蛮正常的。我倒是几乎都用前脚掌在跑，所以 Rivian Pro 2呢，对我来说比较不需要训鞋、改变跑姿之类的，直接拿去跑18尖山10公里，平均每公里4分整附近，感觉顺顺的就直上 Zeppo 新主场的10.3公里路跑。其实也是8个月来第1场路跑，上下坡平均每公里3分47秒。看到他成绩，这个配速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半马理想的配速吧。那以8个月跑不到14个表来说，还算可以接受啦。说不定就真的是鞋比人凶，真的是有点特别，尤其是步频。这个强度穿 Rivian Pro 2呢，频率是181，那穿其他碳板鞋差不多会落在183到185吧。那穿传统的薄底鞋呢，大概会超过185。但我穿这双抓不到甜蜜点，反而刚好相反，频率还比较高，那种有点别扭的高。哦，对，我们之前一起穿这双跑3到2000公尺，看你频率都高了一点哦。对啊，那个时候大概每公里跑3分45到3分50的速度，频率大概都200上下。但像是 Rappo 穿 New Balance SC Elite 4就在196左右，顺畅度差很多。那次跟你跑，我的步频就落在180附近。那 Rivian Pro 2呢，真的是一双很看跑法还有核心肌力，应该是瞄准很特别的族群吧。不过那个回弹力真的算是一流的，踩起来跟 Nike、Saucony、New Balance 可以说是几乎都差不多。New Balance SC Elite 4是比较软一点，Saucony Endorphin Elite 比较稍微硬一点，动作控制比较明显。Nike Vaporfly Next Percent 3跟 Rivian Pro 2感觉最接近。Mizuno Energy Light Plus 中底官方说法是 P-Box。所以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准。有趣的是 Rivian Pro 系列呢，在跑了一定里程后，中底逐渐浮现出像是以前 Adidas Boost 那种保利龙的纹理。这种制成的中底在 Saucony 过去的超级跑鞋系列也可以看到，但 Mizuno 在涂装在全新的状态下是看不到的。我一直抓不到这双的甜蜜点，我在想可能也是我只有在田径场测试，回想在马路上热身的时候，脚触地时有刻意踏在回弹点上，就觉得 Rivian Pro 2好像也还 OK。也许未来在不同路面多跑几次看看，或是增加里程，看会不会变比较好跑。Rivian Pro 2呢，虽然适合小地跑法，不过下坡最陡的部分，在18尖山的时候是有拇指去顶鞋身的问题。这方面听很多朋友说，穿了这双跑指甲会痛，甚至黑掉。这方面可能必须尝试借由绑鞋带的方式来改善，或是 Rivian Pro 2呢，鞋身的空间可以再大一点，材质可以再柔韧一点。这双的大底全部都是颗粒耶，会不会很不耐磨啊？1代也是一样的大底，我这双跑了大概200公里吧，
这样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接受吧。这样看 CP 值可能还可以接受。哦对，最后要提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楦头。那 Rebellion Pro 一代跟二代呢，27.5公分的楦头宽度呢都是115mm。那根据 Road Trail Run 的一些数据和我自己的测量呢，这个楦头算是最宽的竞赛鞋之一。难怪，我觉得最合脚的都是比较窄的。那大致总结 Rebellion Pro 2的前倾重心设计呢，结合超厚超弹的中底，是每一步都给予弹力球般暴力往前带动的超级跑鞋。那适合中足偏前脚掌着地推蹬跑法的朋友，全脚掌或是偏后跟着地滚动跑法的朋友，可能比较不容易抓到着地推蹬的甜蜜点。那这双的楦头呢，非常的宽，所以适合宽脚掌的朋友。那如果是要完全发挥这双鞋的威力呢，核心还有髋部甚至大腿肌群要有一定程度的水准。那如果是以惯性轻巧碎步跑的跑者呢，穿这双可能会无法驾驭。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评测 ASICS Metaspeed EG Paris， 刚好是我觉得很合拍的超级跑鞋。大鱼也会测试 Adidas Takumi Sen 10。那今年上半年超级跑鞋测试会以刚刚说的那2双做个段落，之后呢，我们会测试一些训练鞋，可能会是传说中会上市的经典鞋款 Nike 飞马41和 Mizuno Rider 28。荷包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那本集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不停脚，下次见。下次见。